Hello， 大家好，我是雪阳。我好像一直都没有讲说我为什么这次会去福冈。老实说，我之前对福冈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直到有一天我在网络上看到这张照片，当时一看到，我心里就有一种我一定要去的强烈渴望，想去到我甚至把它做进我2026的愿景版里。这边这整趟9周旅行可以说就是为了这个观景列车而来。今天这支影片，我要带大家一次开箱2台福冈最厉害的顶级观光列车。如果你的行程或预算只够选1台，到底哪一台才最值得坐？福冈的移动餐桌大对决！不要忘了订阅、留言以及按赞哦。现在我们要去吃美食火车 Solaria Plaza， 经过 Solaria Stage， 西铁福冈天神站的北口。那我看到，可是我太早来了，就在前面那块。这边有一个隐藏版优惠，只要你是 Rail Kitchen 的旅客，进站前可以先到票务处加购这张沿线1日乘车券，只要650日元就能当天无限次来回大蒙田、太宰府跟甘木县，非常划算。在这边这个面板前面等车，报到之后，工作人员会给你一张像这样的座位券，坐的是星期五的车。接着就是待在原地渐进等火车进站。The Rail Kitchen Chikugo 是西铁推出的餐饮观光列车，整台列车一共有3节车厢，52个座位。外观的设计灵感是来自厨房布巾，它的 logo 也藏了巧思，仔细看里面有草莓、葡萄、美酒、川游船以及大蒙田的世界遗产。车厢里面到处都藏着竹后地区的传统工艺，像是头顶上的竹编天花板用的是巴女产的竹子，厨房的瓷砖是拥有数百年历史的陈岛瓦，若倚着来自有家居之都之称的大川。车上还能看到9流米币以及艺术家鹿儿岛木所创作的竹后风景装饰。厨房里甚至有一座窑炉，可以直接在行驶中的列车上烹调料理，整个空间很温暖，有一种在家里吃饭的舒适感。一上车，桌上就已经放好了一张纪念乘车券，乘务员会拿着复古检票签让你自行检票。现在一般列车几乎已经看不到这种车内检票了，真的满满的怀旧仪式感。出发前，乘务员会先敲响3角铁，听到这个声音就代表我们要出发了。それではザレール1キロ発車いたします。列车驶离月台的时候，车站的工作人员全部站在旁边跟我们挥手。本来想说可能只有出发这一站有这个仪式，结果后来才发现这台车一路上都有人跟你挥手，有沿线的居民，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甚至还有人直接从自己的公寓里走出来跟列车互动。列车经过他们的时候还会特地放慢速度，让大家可以拍照，所以它不只是一台坐在里面吃饭的列车，一路上你是真的会透过车窗跟沿线的人产生交流。这种独特的列车参与感真的让人心里暖暖的。一路上车长会介绍沿线景点，要特别注意的景点他也都会拿牌子提醒，不用怕错过。中途还会经过一个车站，据说如果刚好看到黄色列车就代表你超级幸运。一开始完全看不到，后来发现它被藏在其他列车后面，但就算你没看到也没关系，因为贴心的工作人员会直接自己穿成黄色列车出来，主打不让你失望。车上也准备了拍照用的特制手板、车长服装，还有可爱的吉祥物们。内向的爱人朋友也不用担心，通常只要一对到眼，乘务员都会主动问你要不要拍照。列车上也有贩售很多沿线地区的果汁和纪念品，乘务员也会直接拿到座位旁边推销。另外，标准的观光列车纪念印章车上也有，别到迷记得带上你的收集册哦。接着进入美食重头戏，
这里的餐点是由3位福冈非常有名的主厨共同兼修，每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料理，菜单也会随季节更换。配餐的饮品我选了白葡萄冰茶，是个有清爽香气的气泡饮。接下来登场的是这个非常精致的6种前菜拼盘。怎么说呢？整盘菜很好看，也用了很多季节食材，但完全就是漂亮菜的正常发挥，又冰又凉。这道花椰菜和象牙贝还算好吃，这道胡萝卜柑橘配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道3菜清汤冻配柚子胡椒也普通，最微妙的还是这个萝卜泥冷汤配樱花，难以形容。春冻意式咸布丁也普普通通，洋葱奶冻配章鱼和番茄就是无功无过。接着是清汤鲷鱼丸，鲷鱼被打成细致的鱼浆，做成有点像鱼丸的口感，搭配清爽的海鲜汤，这道我觉得蛮好吃的。主餐是意式炖猪肩里脊，猪肉配白菜的味道还不错，只是不知道是列车冷气太强，还是料理放了一段时间，总觉得每一道菜送到我面前的时候都有一点凉凉的，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主餐配的面包彻底拯救了一切，它来自福冈大名鼎鼎的排队名店 Pink Stock， 高含水、低温、长时间发酵，口感外酥内软，简直完美。面包新人应该会狂喜，可惜我是地球人，但我还是觉得很好吃。之后我又点了一杯季节水果汽水，喝着喝着，乘务员突然全部走过来唱生日歌，我整个被吓了一跳，所以前面根本没有录到。这真的是爱人地狱。后来才想起订票时有填生日资料，而5月是我的生日月，所以他们特别送上小蛋糕，真的很贴心。最后的甜点是香草奶油乳酪冰淇淋搭配干王草莓，还不错。但真正让我惊艳的是这杯黑咖啡，用的是九流米名店 Coffee County 的豆子，连我这种不喝黑咖啡的人都能直接入口，完全不用找牛奶或糖救援，带有一点点微酸与淡淡的甜味，平衡的刚刚好。虽然整套餐点并没有让我觉得非常惊艳，但你们发现了吗？没错，你吃的这一餐等于吃了一圈福冈有名的餐厅，你不用一家一家定位，也不用到处奔波。这样想有没有觉得很划算呢？ The Rail Kitchen 会因星期行驶不同路线，我这次搭的是周五的路线，早上9点41从天神出发，经太宰府、花田、柳川，下午2点抵达大梦田。列车会在太宰府停留大约90分钟，这段时间可以出站逛太宰府天满宫，吃梅之饼。如果你对太宰府散策有兴趣，可以去看我的日本独旅系列，里面有更完整的行程。整趟旅程约4小时19分钟，也是目前4条路线里时间最长、旅行感最完整的一条。最后可以自行选择在柳川或是大蒙田站下车。柳川可以体验游船，大蒙田则是有世界遗产公园坑。我都没选，而是用限定1日券前往满满青蛙的如意轮寺。详情请看下一集。最后是价格，成人13000，儿童7000。可提前2个月在官网预订，但不能选座位。选好路线和日期后，填写人数、下车站、检查过敏源及轮椅需求，再输入个人资料并付款即可。每班至少10人成行，出发前7天若确认开行，会收到最终确认 email， 搭乘当天直接出示给站务人员即可。一大早先从博多搭到直方车站，然后下到1楼去。看到了，在那 Kotokoto Train。先在这边报到，在踏入列车前就有乘务员在月台上帮你拍照。Kotokoto Train 是由平成竹丰铁道营运的美食观光列车，车身是非常有质感的深红金属色，由2节车厢编成，最多48位乘客，车上没有厕所。列车行驶速度只有每小时15到40公里，脚踏车骑快一点可能都可以超越它。
它的标语是希望成为世界上行驶的最悠闲的列车，而 Koto 本身像是列车慢慢行驶时发出的声音，也代表着它慢慢载着沿线的记事、物事以及人事向前走。简单来说，就是把沿线发生的各种事全部装进这一趟旅程里。车辆由水户刚睿智设计，它同时也是由不愿之声和双星4047等特色列车的设计师，所以一走进车厢，马上就能感受到非常浓厚的水户刚风格，大量木质装潢、复古灯具、细致的木工隔板，还有最吸睛的彩色玻璃贴花板。座位间的隔板和窗框还使用了福冈传统工艺大川珠子，不用一根钉子就能把细小木片精密拼成各种几何图案，像把一座华丽的小宫殿直接放到了铁轨上。看它的花纹都好漂亮哦，好美。Koto 的服务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真的非常喜欢帮你拍照。你在座位上帮你拍，列车旁帮你拍，基本上只要到任何一个适合拍照的地方，工作人员就会突然出现在你身边。对不擅长拜托陌生人拍照的独旅者来说，这一点真的非常加分。而且不光是拍，他们还会花式夸奖你，把你当宝宝哄，指导你拍照。cute pose. So cute. Very nice. So beautiful. 列车经过车站和沿线时，也会有当地居民站在旁边向列车挥手。明明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却会让人莫名觉得很感动，像是这一路都有人在欢迎你。一路上车厢里还播放着很好听的音乐，各种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整趟旅程几乎没有真正空下来的时候。当然必备的纪念印章、纪念品也是都有的。我搭乘的这一年刚好是列车7周年，所以还收到了一个小小的幸福挂饰。因为列车开得非常慢，所以沿途的风景都可以慢慢看。途中会经过标高901公尺的福智山，它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象征，也被列入9州百名山。还会经过岐山八幡神社。神社前有个造型少见的倒立破犬，更特别的是铁路正好横穿神社参道。接着是香春月，其中一只月因常年开采石灰时，山体已经少了将近一半，所以下次再来山的样子可能又不一样喽。列车中途会再次返回直方站，停留个20分钟。你可以自由活动，买些伴手礼，或由工作人员带领着去买大石本家的成筋馒头。こちらです。买完后，没错，你还可以和店里的奶奶合照。金田站这里有平成铁道的铁印自动贩卖机，还有一个 Koto 造型的油桶，不要错过和它合影的机会哦。田川一田站有小型土产市集，可以买些当地的特色名产和一些我根本叫不出名字但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当然也少不了各种花式拍照。另外一个重点停靠站是游须园站，大概会在这里停个11分钟。这个站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造车站之一，大家可以下车和车头拍照。这里也设置了不少拍照看板和小活动，还可以自己拿着检票钱体验之前的人工检票。最后会经过一个绿色隧道，因为玻璃反光的原因拍不出它的美，建议静静地在车头欣赏。终点站是行桥站，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但我还是去参拜了附近的正八幡宫。详情请看下一集。
Koto 提供的是5道式法餐，料理由福冈名厨福山刚监修。他的餐厅曾经获得米其林1星，也入选亚洲50最佳餐厅。省了我一顿漂亮饭的钱，套餐饮品包含了矿泉水和茶，其他都要另外付费，而且目前只收现金。我先点了一杯无酒精饮料，里面搭配了当地无花果制作成的雪酪，酸酸甜甜又很清爽，非常好喝。后来还喝了蜂蜜柠檬姜汁汽水，比起单纯很甜的果汁，它多了一点姜的香气，喝起来比较有层次。第一道是 Koto Box， 这个木盒里一共有9种前菜，分别使用列车沿线9个市町村的代表食材。当天使用了哪些地方的食材，车上会用介绍板告诉大家。里面有可乐饼、小汉堡以及各种1口大小的料理，每一个都好好吃。它不是那种吃下去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吃什么的前菜，大部分都是我吃得懂也真心觉得好吃的味道。这个用来包便当的布巾是可以免费拿回家的纪念品哦。接下来是福山主厨的招牌料理，季节蔬菜慕斯，会随着季节更换蔬菜，再搭配豆苗、海胆、螃蟹和清汤果冻。这是京都的玻璃碗和希腊运来的石头，不明觉厉。外表非常漂亮，至于味道，我还能说什么呢？就是漂亮菜的味道。这又是一道冰菜，没错，我的胃就是只接受热菜。接着这一道马上把我的胃救回来了。鲍鱼炖饭配上墨鱼汁、香菇和焦化奶油制作的酱汁。这道料理是以竹峰的山脉和过去采煤留下的矿渣山为灵感。这一道真的很好吃，没有那种很浓，吃几口就开始腻的起司味。每一口都有鲍鱼和炖饭的鲜味，但是整体又不会太重。主餐是红酒炖和牛夹肉，牛夹肉会先炖到非常柔软，再和蔬菜一起包进耐热膜里上桌。盛装料理的盘子还使用了福冈当地的上野烧，牛肉真的非常好吃，非常嫩，入口即化，而且最重要的它是热的，我的胃终于重新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旁边的 Coco 马铃薯焗烤对我来说就比较普通。吃着吃着，眼角突然瞄到一群人走过来，心想不会吧？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3、はい。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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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爱人地狱 again。尴尬是真的尴尬，感动也是真的感动。最后的甜点巴菲是使用日本传统生和呈现，我吃到的是抹茶口味。Koto 成人票价是19800日元，儿童则是16800，主要在周末及国定假日运行。座位有双人、4人座椅以及双人沙发座，单人的话只能选2号车后段的双人沙发席。想拍月台上跟列车挥手的人，可以选前进方向左侧。想拍沿途风景，我会比较推荐右侧。另外，双人沙发席的14号和17号附近没有完整的对外窗景，建议尽量避开。因为单人座位不多，最好提前2到3个月预定。预订方式有几种，我当时是直接写 email 预订，确认后会寄刷卡链接给你，出发10天前给最终确认。不过现在外国旅客已经可以从官方网站直接进入米亚比预订 ，KK 类目前也有贩售。另外，很建议订票前先去官方的定位系统看一下剩余位置。好，2台都搭完了。Raw Kitchen 比较悠闲，整体比较适合第一次来福冈行程比较短的人。从天神出发也很方便，周5方案还能顺便玩太宰府、柳川和大蒙田，价格也比较便宜。Koto 则比较像一场安排完整的小旅行，从华丽车厢、停靠站活动、沿途拍照，几乎完全没有冷场。料理方面，我也是觉得 Koto 比较符合我的个人口味，所以如果你追求性价比，想一趟火车吃透透兼福冈近郊旅行，那你就选 Raw Kitchen。
但如果你喜欢一路都有活动、停靠体验和拍照环节，那你就选 Koto。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都选。如果是你的话，会選哪一台？記得留言告訴我。最後，讓我們在車長小姐姐的歌聲中結束。さあのやお月さん、煙た赤のさのよいよ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是雪梨安，我们下集见，拜拜。